印尼渔民捞出一铁鱼，美国人为什么一口咬定跟中国有关？这回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美国媒体声称，印度尼西亚一渔民在南海捞上了一个铁鱼。该渔民居住在印尼的南苏拉威西省塞拉亚群岛。当时他捕捞上这玩意时，不清楚这东西的具体身份，便交给了当地警方。当地警方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浮标，很可能是外国人生产的无人潜航器，很快让以印尼军方带走了。调查报告显示，该无人潜航器长度不到 7.4 英尺，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海翼无人潜航器尺寸极为相似。此外，手部装有疑似传感器阵列的设备，尾部装有类似天线的传感器，加上大片的稳定翼以及在设备中发现的大片中国字。如果说怀疑这起事件跟中国有关，这或许可以理解，但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美国媒体就本着先入为主的姿态，扬言这是中国无人水下潜航器，未免太过果断。顾名思义，无人水下潜航器指的是无需人员操作就可以独立完成设定的水下侦察以及探测功能的一种自动化航行装置。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超过15个国家研制并装备了不同类型的无人水下航行器。美国军事专家指出，海翼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连续滞留1个月的时间，负责收集海洋中的氧气含量、含盐量和温度等数据，在民用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与此同时，该专家指出，无人潜航器很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特别是对潜艇部队的作战意义很大。捕捞上来的无人潜航器是否真的是中国的，还不能确定，但是美国方面显然是肯定了。这位专家多次强调，中国很可能通过这些无人潜航器组建一个水下反潜网络，每个无人潜航器都有一个传感器枢纽，倘若其他国家的潜艇经过，就能迅速收到信号。不过，美国似乎忘了，大量应用无人潜航器不是中国的原创，反而是美国喜欢使用的探测方式。中国接触无人潜航器，也是因为美国在中国海域，尤其是南海水域使用无人潜航器进行探测的结果。2016年，我军曾在南海捞到一枚美军的无人潜航器。近年来，我国渔民也不断在南海、东海以及黄海等多个海域捕捞到不明国家的无人潜航器。上述说过，此次无人潜航器是在塞拉亚群岛发现的，位于苏拉威西省的南方，同时也是旺加西海峡的出口处。巧的是，旺加西海峡正好是美军核潜艇经常经过的路线。反观我军核潜艇没必要前往澳大利亚，那既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海空掩护。就算要进入印度洋，我军核潜艇可以直接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完全不需要绕道行驶。如此说来，美国这算不算是栽赃陷害？美方所透露出来的对我国核潜艇作战意义重大，或许只是该国为了栽赃情急之下的一个应急办法。